不掉的。这首歌揭示了段嘉旭的真实本性，这也解释了桑植为何被他吸引。据《躲不开》记载，桑植比段嘉旭至少年长8岁，这是从桑植还在读初中的时候，他就已经上高中了，身高已经达到了 1.8 米左右来推断的。尽管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年轻人，但桑植的脸上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少年天真。很难想象，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女孩竟然爱上了一个和她哥哥一样大的男人，尤其是段嘉旭已经是成年人了。爱的概念常常与美丽联系在一起，但当它被保守秘密时，它可能会成为巨大悲伤的根源。对于年轻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她们经常想知道自己的感情是否得到回报，以及自己是否是唯一一个争夺爱人关注的人。然而段嘉旭是个心胸宽广的人，他的善良不仅仅只针对桑植，而是延伸到了男人和女人身上。现实中的段嘉旭体现了酷男的典型，他的温柔举止能够深深地刺入爱他的女人的心。桑植就是这种行为的典型例证。他明知段嘉旭是一个冷漠的男人，却忍不住心如小鹿般扑腾。芝芝对桑植有很深的依恋，上课时经常注意力不集中。自从段嘉旭进入他的生活以来，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家里，他的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他甚至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和段嘉旭联系起来，想知道自己的举动会不会打动他。桑植对段嘉旭的喜爱，从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这让许多人思考段嘉旭对桑植的感情是相互的。虽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只是兄弟情谊，但事实是他们的关系是双向的。如果你还记得段嘉旭为桑植写的《帮兄弟搬家》的简短作文，就知道他在他心里占有重要的地位。看得出来，段嘉旭很渴望融入桑植的世界。段嘉旭在短文的后记后表达了与桑植重逢的喜悦之情。作为室友家的妹妹，他认识她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们与这位老师的相遇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如果段嘉旭对桑植没有好感，他早就忘记这件事了。他不仅帮他写了这篇文章，还在最后加上了他的个人想法，可以看作是他微妙地承认了他的感受。有一次，他冒充桑植的哥哥去见一位老师，段嘉旭一边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一边观察桑植的动作。他注意到一个小男孩经常和桑植说话，偶尔也和他说话。段嘉旭对这个男孩接近桑植的样子很不满意，故意把他叫到身边，向老师道歉。然而他的行为源于嫉妒之情，而不是真正的弥补愿望。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段嘉旭是否在桑植14岁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感情？尽管已经上高中了，桑植还是被段嘉旭警告不要过早恋爱。即使桑植接受了他的表白，段嘉旭的行为似乎也有些不妥。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段嘉旭到底是想控制妹妹的感情生活，还是只是出于嫉妒而隐瞒呢？不管怎样，他的真面目在桑植读到的文章中暴露无遗，让他彻底迷恋他。好在两人彼此心意相通，才没有让桑植独自胡思乱想。小说《躲不开》结尾的揭露证实了该作品完全是原创手稿。在过去的几天里，很明显，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就连我的朋友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现象。偷偷藏不住的原型故事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那么，小编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躲不掉的原型故事简介。偷偷藏不住的故事是探讨人性处境的叙事原型。故事情节围绕一个角色展开，该角色正在努力应对向他人和自己保守秘密的想法。在整个故事中，角色被迫面对他们行为的后果，以及他们的秘密对周围人的影响。故事对人类心理的复杂性以及个人为保护自己的秘密付出的努力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探索。躲不掉的概念完全是虚构的，没有任何现实依据。这不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初中时期，桑植的老师经常邀请他的父母来学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桑植让弟弟段嘉旭背着书包去学校。段嘉旭无奈陪桑植去学校见老师，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此后，段嘉旭对桑植扮演了一个关爱弟弟的角色。段嘉旭大学毕业后，
两人因误会分道扬镳。直到桑植实现了进入段嘉旭的城市的心愿后，他们才重逢。随着两人的接触越来越亲密，桑植渐渐发现了段嘉旭持续施压的根源。他觉得有必要保护一直对他很好的哥哥，并重新点燃埋藏在心底的暗恋。桑植和段嘉旭一起努力解开他的心结。没过多久，段嘉旭发现自己真心爱上了长大后的桑植，两人纯洁而隐秘的爱情绽放出美丽的爱情之花。在第1集中，桑植必须克服各种挑战，幸好段嘉旭对他做了无数的善事，让他对他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于是他就以勤奋学习为己任，努力成为段嘉旭那样的优秀者。他的个人成长和情感转变之旅，成为观众追随该剧其余部分的动力。该系列在氛围和服务上展现出独特的年轻气息。导演李庆荣解释说，主创团队在道具的选择和提炼上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以传达年轻主角们纯真的情感。节目中赠送给桑植的狐狸娃娃和白熊，象征着年轻一代的情感表达，也体现了一个纯真的女孩的内心思考。此外，特写镜头经常与演员细致入微的表演配合使用，在剧中的光影构图中营造出真实的浪漫形象。目前网上10大演员名单中，邓伦排名第2，吴磊排名第6，胡歌排名垫底。就在近日，明星力量榜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第177期男演员网络影响力前10榜单。杨洋和李易峰一直是娱乐圈中的佼佼者，即使没有正在进行的项目，也经常排名前3。著名评论家文琪指出了他们持续成功的2个主要因素。首先，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并在粉丝中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巩固了他们作为世界知名明星的地位。其次，他们的外表是他们商业成功和粉丝群增长的重要因素。圈子里长得好看的演员有很多，但杨洋和李易峰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最近看到陈伟霆、钟汉良、吴磊、邓超登上热门作品榜，这并不奇怪。不过我有2个想法要传达。吴磊和胡歌是同一轨迹吗？他在《斗破苍穹》中的表现非常出色，一身古装看上去颇为潇洒，似乎是在传承李逍遥的精神。以他的潜力，吴磊未来有可能超越胡歌的壮举。胡歌本人也表示希望吴磊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认可他的才华和能力。尽管吴磊还很年轻，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出演更有挑战性的角色，以促进他的成长。钟汉良无法挣脱偶像剧形象吗？尽管《良生》这样的电视剧很美，但他们可能不是最适合他的。除了年龄的障碍，钟汉良还应该争取新的机会。胡歌确实有演过偶像剧的经验，但他也成功转型到更加多元化的角色，《琅琊榜》和《伪装者》中的表演就证明了这一点。看到胡歌排在第10，第一印象是老胡已经不再关心这样的排名了，他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比如拍戏、好好生活。他知道粉丝会继续热情支持他。您对这个特定的名单有何看法？